好，我是黄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荣耀刚刚发布的 Magic VS 的测评啊。它虽然还是叫 Magic VS 啊，好像就是一个 S 迭代啊，但是我们总体看完了，我觉得叫2代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它改变真的还挺全面的。我跟着你演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包装盒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啊，笃行致远，臻于至善。一个素皮材质的保护壳，质感也不错，66瓦的充电。我们手里这2台呢都是黑色的玻璃版本，这次呢它最轻的那个版本是素皮的啊，重量达到了261克，应该是已经开售了的折叠屏手机里面，我说的是这种横折形式的啊，最轻的了。如果你之前用过前代，或者说前代同代的那些横折的机型啊，这个机器上手的这种轻盈感还是非常明显的。但这次的电池反而还变大了，之前是4700多，这次是直接到了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个好像在折叠屏里边，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横折目前最大的，所以我对它的续航测试是非常期待的啊。机器呢同样是对折之后啊，严丝合缝啊，一点光都透不出来，感觉像是违背了物理定律一样，咔直接给对折了，看着还是非常过瘾的。机器的 ID 设计上呢，跟上一代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啊，这个折后的厚度啊，跟目前主流的对比，我们直接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除了铰链这一边之外啊，这个其他地方这个圆弧的处理，我觉得角度它应该是调的都更大了一些。尤其是镜头的部分，它两侧呢也是这种曲面的设计，外屏也是一个单侧曲面啊，这应该是目前横折的一个主流方案了啊。这次之所以在做的轻的同时，电池容量还加大了，就是得益于全新设计的这个鲁班零齿轮铰链，让它的这个电池在内部可以变宽一些。还有就是这次内屏的升级，这屏幕厚度这个减少了20%，所以这个电池呢变得更厚了一点。上一代的铰链在硬件上呢，其实不算支持悬停啊，质感稍微差点意思，但是这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各种角度的悬停。其实悬停在日常使用中，除了放这拍照之外啊，用处真的并不大，但就是比较影响质感啊，毕竟这价格也不便宜嘛，谁都想让这个质感更好一点。关于铰链呢，后面我们又看到了很多相关资料啊，多提一嘴。这个以往的铰链呢都是几十上百个零件，这次 VS 的铰链使用了榫卯式一体成型工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零部件非常少，而且榫卯一体呢也不会显得松松垮垮，这无论是各个方向啊，你用劲儿啊，它都是非常紧实的，而且官方表示可以承受40万次的折叠。我用我的幼儿园数学算了一下啊，如果你每天对折200次的话，这家伙可以让你折腾5年。根据我们的实测，这次屏幕还有一个提升，我们对比了一下最近的3台折叠，荣耀 Magic VS 内外屏的手动最高亮度啊，在这几个中都是最高的，分别达到了613和546尼特。荣耀表示这次它的外屏激发亮度可以达到1200尼特啊，这个在大太阳光下看的也比较清晰。屏幕基础配置给大家打出来啊，打开这块7.9英寸的90赫兹啊 2K 的内屏，这个外屏是120赫兹的，内屏呢2K 没到120啊，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更加偏向于它的续航表现，因为还有大电池，可能荣耀想明显领先其他家一截，这个后面我们有数据库实测，而且这块屏幕同样是支持1920的高频 PWM 调光的。哇，这个花朵绽放。展开之后，这260多克，你就觉得这机器格外轻，因为在视觉上这玩意儿特别大嘛。这260多克啥概念？就是一个 Pro Max 贴膜带套啊，基本上跟它差不太多了。甚至你要带一个厚的壳子，可能比它还重啊。折痕方面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放一些特写啊。我觉得这次是它的折痕面积变小了，也就是出现不平整的部分啊变窄了，但是中间的这条线稍微变深了一点点，尤其是在熄屏的时候。但还是啊，只要你正常使用一点亮屏幕，这折痕的效果正面看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其实折痕这件事情，大家的接受程度是在变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正面自己使用的话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别人从侧面看过去的话，哇，这块屏幕怎么用啊？这么大的一个沟，因为现阶段折痕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影像方面，这个镜头模组呢，外画是做了一个类似于柳叶型的一个造型，稍微改变了一点点啊，但总体上也是差不多。这3颗镜头啊，一个水的都没有啊，配置给大家打出来。主镜呢是 MX800，特别要说一下，就是它这次还有一颗800万的3倍啊光学的长焦镜头啊，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影像方面，主摄毕竟没换嘛 ，VS 的色彩调教和上一代的基本一样，这个偏高的曝光让照片看起来是比较讨喜的啊，就比较亮丽。荣耀的色彩呢没有 vivo 那么还原，也没有小米风格化那么浓，算是他们俩的中间值吧。这个观感上呢还算比较自然。多镜头白平衡一致性上 ，Magic VS 的主长广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啊，这是值得点赞的。这颗3倍光学长焦的解析力也不错啊，得益于 OIS 加 EIS 的双方都有加持啊，成片率也 OK 但是在我们当前版本体验中呢，偶尔会遇到你切换到10倍的时候啊，拍出来有糊片的情况，这稳定性还得再优化啊。到了夜景3台机就有差距了啊，公园的长椅小米这张明显见光量不够啊，画面太暗了。这个 vivo 的色彩则有些偏红啊，荣耀这张啊色彩和光线的表现都还是比较还原当时场景的啊，观感相对最佳。高光压制上啊，这组雨夜下的灯牌啊，小米直接过曝抬走，荣耀和 vivo 拉不开什么太大差距。光线再复杂一点，这差距就又有了这几组里边啊，都是 vivo 的表现要更胜一筹啊。当然要说一下，它也确实是最重的啊。荣耀这次的人像模式，这个印象是比较深的啊，这个拍出来它景深最大，虚化过渡相对最为自然啊，而且在色彩上有一些甚至比蔡司加持的 vivo 更准。放大看一下面部的话啊，编号123，你最喜欢哪一张呢？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我们主观，荣耀这张皮肤处理的比较细腻，小米呢就有一些偏红的啊。vivo 的面部锐化相对比较明显。拍照的软件体验上 ，Magic VS 在快门速度和成片速度上啊，这个版本表现都挺不错的，几乎能做到秒拍秒得啊。在日常拍照上呢，更建议大家使用外屏，因为内屏毕竟更大嘛，取景框预览的精细度上是不如外屏的。还有一个值得说的就是，终于把这个万年不变的侧边变焦条啊给移到了取景框的下方啊，更符合直觉了。这个体验下来动画也比较顺畅。影像总监 Magic VS 的这组镜头配置在减轻整机重量的前提下，用料其实还是比较扎实的，也专门加入了长焦镜头。最后的成片效果上呢也算比较稳。影像上自然谈不上有多惊艳啊，但从软硬件调教上能看出来它的努力啊，减重不减配。性能环节由于系统版本和你懂的原因啊，这个在我们制作视频的时候没办法把数据跑全啊，这个也跑不了分。后续版本 OK 了，我们会都更新到小白视频数据库3.0的小程序里面。这次实测环节印象最深的还是续航，在数据库折叠屏专项续航测试中，荣耀 Magic VS 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还能胜于63%，排名第一啊。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还能胜于18%，大部分折叠机都熬不过我们这5小时的新版续航。VS 再次拔得头筹，66瓦的充电，10分钟充入44%，38分钟前台充满，表现还行。处理器方面，3.0G 赫兹的骁龙8 Plus， 你要注意，这也是我们工作室拿到的第一个3.0G 赫兹的8 Plus， 但实际体验下来，折叠屏上差异不大，甚至在荣耀这台机上调教的还不错啊。这个王者荣耀极致90帧啊 ，Magic VS 平均帧率89.4，波动1.1，帧率是不如 vivo X4 Plus 的93.3啊，但是功耗和温度控制的都要更好啊，毕竟3.0嘛，功耗只有3.6瓦啊，最高温度只有39.1啊，还不到40度啊。数据库3.0新版原神测试模型下啊 ，Magic VS 的表现也还算 OK， 平均帧率47啊，12分钟之后波动较大，但横向对比的话，其他折叠屏机其实也都差不多啊，平均波动19.5，其实还算出类拔萃的啊。这功耗5.2，最高温度45.5摄氏度也要更好一些。当然，折叠屏手机嘛，这游戏一直都不是发力方向，跟数字旗舰系列那肯定是比不了的。再加上游戏时两边还有视野的缩窄，这折叠屏其实并不适合游戏党。折叠屏便携性体现的大头，其实还要看软件啊。我们昨天专门发了一期 Magic 7.0的详细体验，提升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主页里边翻看一下，我们就不赘述了。这次还有一款至臻版的机型，其他方面都一样啊，和标准版的主要是3个差别啊。第一个是至臻版的外化玻璃采用的是更加耐用的3D 纳米微晶玻璃，然后处理器方面，至臻版就是 3.2G 赫兹的骁龙8 Plus 了啊。最后至臻版的包装盒里还带了一支手写笔，很扎实啊，这拿起来很有一股商务范儿。在延迟、精度和压感方面呢都不错。在 OS 的软件功能方面，其他还好啊，但是这个任意界面和任意 App 都可以用手写笔随时进行全局批注，还是比较实用的。而且它批注的内容呢还能进行2次编辑，体验下来对于这种大屏手机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功能。现在问大家一下啊，到2022年底了，你身边或者说你自己把玩过折叠屏手机了吗？啊，有的
可以扣分1啊。之前可能1、2个月啊才会在路上见到有人用，但现在我感觉这个1、2周，我可能都会碰到有人在用折叠屏的机型啊，电梯里啊或者路上越来越多的人呢会用上折叠屏的机型，而且折叠屏这个品类呢也是品牌冲向高端的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因为这个东西成本确实高，然后大家对它形态的这个变化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别着急，今年底小爆发啊，明年底这个时候我估计大家就开始卷价格了。这台 Magic VS 虽然叫 S， 但它的改变确实不小，尤其是在电池和这个重量方面这些都是折叠屏之前的大痛点。满分10分的话，这台机器给几分呢？欢迎大家评论或者弹幕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Magic VS 的双扬声器表现。